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中国银行22%的股价飙升，引发不寻常的交易问题。彭博社，来自中国的金融股延续了最近的涨势，原因是继续投资国有企业，以说明克服新的增长担忧。中国银行、BOC 和证券公司等银行一直是从近期交易活动中受益的公司之一，市场情绪继续有利于此类投资。投资的激增似乎也在推动市场，而不是任何真正的根本性变化。这可以从近几个月中国银行令人担忧的收益范围中看出。然而，国盛证券首席金融分析师王健认为，银行业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从这些下跌中复苏，因此个人投资者和资产管理公司现在应该寻求购买。电池工厂正在推动中国在欧洲的投资。纽约时报，中国的电池制造商正专注于欧洲，以应对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市场，而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整体投资正在收缩。欧洲已成为全球第2大电动汽车市场，生产电池的大公司寥寥无几，使其成为中国大型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的理想投资地点。自2018年以来，中国电池公司已宣布在欧洲投资价值175亿美元。然而，欧盟各国政府对中国公司获得关键基础设施持谨慎态度，而美国则继续限制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天合光能通过发行绿色债券筹集资金，为其现有的人民币债券再融资，并为多吉瓦 GW 太阳能电池和元件生产扩张提供资金。额外的资金将说明该公司实现其 GW 生产目标，并继续扩大其研发，以降低光伏发电的总体成本。巴菲特资本配置伯克希尔的现金赚取大笔利息，而交易仍在继续。金融时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希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向股东解释其回购理念。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表示，他认为伯克希尔的股票很便宜，尽管市值超过7000亿美元，比其股票价值高出40%以上。2019年第一季度，尽管利率达到5%，但该公司回购了44亿美元的自有股份。巴菲特更喜欢机会主义的救助融资或50亿至200亿美元的投资。美联储金融稳定专家对商业房地产持谨慎态度。纽约时报，根据美联储1年2次的金融稳定报告，办公室贷款和其他商业房地产借款是美联储金融稳定专家在利率上升的1年中密切关注的脆弱领域。报告称，虽然最近银行业的动荡归因于过去12个月的快速加息，但商业房地产被视为美国经济的下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报告指出，风险在于借款人在期限届满时对商业地产贷款进行再融资，并管理不断上升的利率。商业房地产被列为该报告的第4大金融问题，仅次于利率、银行业压力和中美紧张局势。高盛将支付2.15亿美元解决性别歧视诉讼。彭博新闻社、路透社，高盛 Goldman Sachs 已同意支付2.15亿美元来解决一起集体诉讼。该诉讼指控该投资银行在薪酬和晋升方面普遍存在对女性的偏见。该诉讼由一些女性前副总裁和一名同事提起，声称该银行系统的向女性支付的工资低于男性，并且给予女性较弱的绩效评估，阻碍了他们的职业发展。高盛此前否认了这些指控。美国银行困境可能引发全球信贷紧缩。悉尼先驱晨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警告说，在美国最近一连串银行倒闭之后，对信贷更广泛收缩导致经济明显放缓的担忧正在加剧。美联储表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能会收缩信贷供应，以应对对经济、信贷质量和资金流动性的担忧，使企业和家庭面临借贷成本的急剧上升，导致经济活动减少。一份报告警告说，如果信贷枯竭，杠杆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的资金也可能受到威胁。该报告于周一发布。此前一项单独的调查显示，信贷需求下降，信贷额度规模下降。
英国投资部长访问香港，5年来首次正式访问香港。路透社，英国投资大臣詹森 （Dominic Johnson） 与香港政府官员和行政人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以促进该国成为投资和贸易的主要目的地。詹森会见了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讨论我们正在进行的消除市场壁垒和增加英港贸易的工作，并参观了当局一直试图发展未出创区数码港地区。自去年以来，英国和香港之间的紧张局势一直紧张。当时，北京在前殖民地实施了国家安全法。高盛将支付2.15亿美元解决性别歧视诉讼。金融时报，高盛 Goldman Sachs 已同意支付2.15亿美元来解决女性前雇员就歧视性薪酬行为提起的诉讼。该诉讼于2010年首次提起，由克里斯蒂娜·陈·奥斯特 Christina Chanaster 和莎娜·奥利西 Shauna Orlick 提起。他们指责该银行通过更好的薪酬和晋升前景偏袒男性同事。此案现在不会开庭审理。原告的律师没有对和解发表评论。大约3000万美元的和解将用于律师费，预计将有超过2700名员工受益。万达与银行就贷款减免进行谈判，挑战日益加剧。彭博社，据匿名内部人士透露，中国企业集团大连万达正在与国内主要银行进行谈判，以重新谈判其贷款偿还问题，作为缓解其流动性问题的努力的一部分。在融资举措将使该公司能够重新谈判今年到期的所有在岸贷款，而不必偿还本金。据认为，与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谈判始于上月初。美国零售联合会下调2023年上半年美国消费品进口预测。路透社，由于通胀不确定性、美联储加息和近期银行倒闭拖累该行业，美国零售贸易预测人士下调了2023年上半年的进口目标，并预测到2022年秋季海运集装箱量将疲软。全球港口追踪器预计集装箱进口总量将达到1040万20英尺当量单位 TEU， 比早先预测下降4%，比2022年上半年下降23%。美国银行计划在担心贷款损失的情况下收紧贷款标准。金融时报，美联储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银行预计今年将收紧贷款标准，原因是担心其贷款组合的损失增加，以及担心客户将继续提取存款。银行表示，收紧贷款标准是由于对经济衰退的担忧。美联储在3月10日矽谷银行倒闭后，迅速提高利率和存款提取的运动。面临最大存款外流的中型银行也表示担心更严格的监管和会计规则的潜在变化。美联储调查的加息动荡后，银行正在收紧贷款标准。CNN， 美联储季度高级信贷官意见调查显示，随着银行业动荡加剧，许多美国银行提高了标准。银行预计将在今年剩余时间内收紧所有贷款类别的标准。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偏好下降、抵押品价值恶化以及对银行融资成本和流动性状况的更广泛担忧归因于贷款标准的变化。RSM-US 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布鲁索埃拉斯 Joseph Braswells 在回应这些变化时指出，从大型和中型市场公司对信贷需求的显著下降可以看出贷款条件收紧和潜在信贷紧缩的进一步证据。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